各位好，欢迎回到 iPhone 内置 App 的聊天。我们今天聊的 App 是快捷指令 App， 英文是 Shortcuts。我们先定义一下吧。快捷指令这款软件是干嘛的呢？如果你有点编程经验或者早年一直是用电脑的，你应该对一个叫脚本的东西有点熟悉吧？什么是脚本呢？就是重复一些复杂且枯燥的任务的时候，往往我们不想用人力去点击键盘跟鼠标，那我们就写一个脚本，让它自动运行啊。其实快捷指令呢，就类似于这个叫做脚本的东西。那如果你之前没有太了解过脚本是什么，我给你举一个还蛮现实的例子吧。就比如说你去哪旅游，拍了1000张照片，那大家知道，但凡用过数码相机的就知道，对吧？这个相机它拍照生成的文件名，往往都是一串字母加一串数字。这个时候，我觉得现在不太有这个需求了。我举这个例子比较老套，就早年的时候，可能还没有 iPhone 出现的那个年头的时候，刚有数码相机那几年，我们经常习惯，反正我当年有这个习惯，20年前有这个习惯，就是把这个数码相机拍的照片传到电脑里之后，想给这些 JPG 文件给批量重命名。这个批量重命名就是一个简单繁琐重复的操作。如果让我自己去做100个文件，我就累死了，实在是不想做。比如说我到哪里某个景点，什么九寨沟去玩，我拍了100张照片吧，咱别说太多。好，我想把它命名为九寨沟1、九寨沟2，一直等到九寨沟100。这个操作太简单了，但是要人去做呢，累死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写个脚本马上就可以实现了。在 Mac 电脑上其实有一款软件叫做 Automator， 它的图标就是一个小机器人，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翻译，好像没有中文翻译。当时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这个脚本，就是操作流程嘛，就能够完成。然后后来呢，在 iPhone 上推出了快捷指令，它其实就是一个类似于电脑上的这个 Automator 小机器人这个功能，也就是写脚本的。因为 iPhone 推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呢，然后现在我的 Mac 上也推出了快捷指令，而且现在 Mac 不都是变成这个 Apple 自研芯片了嘛，所以这个快捷指令还能跟 iPhone 上的同步。也就是说，你在 iPhone 上写一个快捷指令，它还可以直接在 Mac 上运行；你在 Mac 上写一个快捷指令，它也直接可以通过 iCloud 同步到 iPhone 上去运行，就完全打通了。那这样其实对于一些会写脚本的人就非常方便了。但是我知道大部分的用户咱们是不会写脚本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有2个建议第一个，如果你是觉得自己稍微还是有点动手和自学能力的，对于数码产品IT 这一块，其实你还是说你不灵光是绝对不对的咱不说你多专业吧，但是你觉得还行，其实你是不要害怕，你可以打开这个快捷指令去试一试。复杂的不说但是写一些简单的还蛮有意思的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嘛，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自己写一个程序，让这个文件批量重命名，真的不难的，因为它不用牵扯到代码这个东西，它是把所有的命令做到模块化，就像搭乐高积木，我觉得连乐高积木都比它困难就像搭积木一样，就是所有的积木块都给你放到这儿，你从这个积木块里去挑你想完成的任务，然后把它按顺序这样一个个排下来就行了。这就是快捷指令。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也太难，确实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已经是少数人了。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也太难怎么办呢？你看凡事都有人去动脑子的，就是网上其实有很多，包括我们国内不是微信比较流行有那个微信小程序，有些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就是专门帮大家去写这个快捷指令的。你在微信里搜也行，你在这个网上搜也行，如果在境外的话，你在这个谷歌上搜一下，如果你是在境内的话，我觉得你就别在网页上搜了谷歌百度我觉得能上谷歌的你可以谷歌搜，但是
你可以尝试用微信里，在微信内部去搜，有很多就是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就是专门让大家下载这种写好的这个快捷指令的代码的。但是有言在先，这有风险，就是因为你是完全不懂的，他帮你写好了一个快捷指令，你下载下来是可以直接用的，感觉也不错，大部分也是免费的。但是呢，你不能确定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会损害你的一些什么隐私啊，或者安全啊这种级别的东西，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所以其实你下载了一个别人做的快捷指令的时候，你的系统是会提醒你的。你要打开一个什么权限，它才能够在你的手机上运行的。那也就是说，风险你知道了，你要自己承担后果的。就简单来讲就这个意思啊。但 iPhone 上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还好一点啊，因为它本身的系统是封闭的，你这个后果嘛，只要你没越狱，它也坏不到哪儿去啊。我个人觉得啊，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各位的，如果想试一试的话，其实这东西蛮好玩的，你会看到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它确实可以作为 iPhone 的功能上的一个补充。比如说，你可以把用自己相机拍摄的这个实况照片，通过快捷指令转换成一个 GIF， 然后在微信里面你就可以发这个 GIF 动图了啊 ，GIF 动图了。那这个其实 iPhone 没有本身有这个功能，但是它用快捷指令可以给你写进去这个功能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应用。那如果你觉得挺好玩，想试一下跃跃欲试的话，大家可以要么有能力的自己写玩一玩，这个我推荐。再一个呢，就是去找一找有没有人家写好的，只要你知道风险啊就可以了。那所以这个是快捷指令我想分享的一些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但是我在2024年的7月份了哈，做这个快捷指令的节目，我就不得不说一下当下的情况了。因为我们6月份的 WWDC 开发者大会啊 ，Apple 的对，现在有观众纠正我了，不能老是说我们，要说我。这个我每次说完我都意识到不对啊，我现在是只代表我自己的，但是我为什么还老是我不经意的就说我们了呢？原因是因为这个工作习惯没改过来，刚离职1年，真的是刚到1年。我是去年7月，应该是7月1号离开 Apple， 那这不是今年这不刚7月嘛，还真的是刚满1年，所以10几年的这个口头语就是还没有完全改过来啊，希望大家谅解啊，我会慢慢改啊。我说到哪儿了？就是我是吧？我怎么着了？我个人认为是吧？这个WWDC 开过了，发布了震惊世界的又一款范式转移的产品，叫做 Apple Intelligence 啊，就是我们戏称为 Apple AI。那有了这个 Apple AI 的加持，你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的场景就是这个快捷指令就又被干掉了啊。当然它不会立刻就被干掉啊，比如说 Apple AI 应该是2024年底25年初这个时间点推出吧，在可以支持的机型上面啊，也就是 iPhone 15 Pro 跟 iPhone 15 Pro Max 以及 iPhone 16会支持。那在支持的机型上面，它是可以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用到 Apple AI 的各种强大的人工智能助手就会出来了。但是也不可能在这个同一时间节点上，我就同时把快捷指令给砍掉，他们一定会并存一段时间。因为特别是 Apple 这家公司，熟悉的都知道，它难听点叫挤牙膏啊，但是好听一点呢叫慎重。但我觉得这个慎重是绝对应该的，因为用户基础不一样啊。你这个品牌的手机如果只卖出个几千万部和卖出过几亿部，它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下，很多东西它是要谨慎的。所以刚推出的这个 Apple AI 也不会说是
就像科幻电影里面那个样子啊，就那么神奇，肯定不会，它会慢慢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这个快捷指令呢，也会跟它并行一段时间，但是可预见的未来应该是会逐渐暗淡下去的，即便是不取消这个 app， 也会渐渐的变得越来越暗淡，也没什么人用啊。所以这个只是我个人啊，对这款 app 未来的一些预期和展望吧。也只是跟大家瞎聊天啊，做一个陪伴，给大家一些参考。你也可以说，在它还没有离开我们之前，赶快玩玩啊。好，那这个就是这期我们聊的快捷指令 app。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